幽冥之咒第1章：死亡的阴影。夜幕笼罩着这个古老的小镇艾利森，仿佛踏入了一片被死亡的阴影紧紧缠绕的土地。他初抵此地时，对于小镇充满了好奇心，但很快他发现这里的宁静只是一层表象，潜藏着诡异的秘密。小镇的街道仿佛是一条通向神秘领域的道路，每一座老旧的建筑都仿佛在诉说着久远的故事。当夜幕降临，月光透过树木的树影洒在地上，形成一道道阴影，散发出一种神秘的氛围。然而，这片宁静被一阵阴森的哭泣声所打破。在夜晚的寂静中，艾利森清晰地听到那些哀嚎声，仿佛来自虚空深处，带着无尽的哀愁。这声音在夜风中荡漾，令人毛骨悚然。更令艾利森感到不安的是，当夜色让一切变得朦胧时，他听到了一些无法解释的神秘咒语。这不是居民的语言，而是一种古老且陌生的言辞，仿佛是某种邪恶力量的咒语。每一字都在他脑海中回荡，勾勒出一种无形的威胁。艾利森的好奇心被无法解释的恐惧所取代。他感觉到这个小镇似乎藏着无法理解的黑暗，而他已经深陷其中。在这片死亡的阴影下，他的心灵渐渐被一股无形的力量缠绕，让他无法摆脱这不祥的预兆。夜晚，他独自站在小镇的中心，四周的古老建筑仿佛是死者的护卫，无声地守望着。艾利森感受到一种生死交界的异样，感觉仿佛这里是通向另一个次元的门户，而他刚踏入了这场超自然之旅的序幕。第2章：神秘的遗产。艾利森深陷于小镇的诅咒之中，他开始踏上一条调查的道路，企图解开这场历史的谜团。小镇的历史仿佛是一本被遗忘的书，记载着不为人知的恐怖故事。他进入了一座古老的图书馆，满目的灰尘和昏黄的灯光仿佛在迎接他进入这场神秘之旅。在阅读古老的记录时，艾利森发现小镇曾经被一场可怕的诅咒所笼罩。这场诅咒牵涉到一个神秘的家族，据说他们与黑暗力量有着不解之缘。这个家族的后裔如今仍然在小镇中存在，他们的身影在夜幕中显得格外神秘。诅咒的起源随着古老家族的历史浮现，而艾利森逐渐感受到诅咒的影响力在小镇中扩散。他的调查让他走遍小镇的每个角落，每一处似乎都隐藏着不可告人的秘密。夜晚，他在街巷中听到奇异的脚步声，仿佛是无形之物在他身旁游走，让他的脊梁骨发凉。而这场调查也使得艾利森的生活变得更加危险。他开始感受到一股无形的威胁，仿佛有某种不可知的力量在暗中注视住他。每当他靠近真相，诅咒的阴影似乎就愈发浓厚，将他笼罩在一片无法逃脱的黑暗之中。第3章：诅咒的印记。艾利森深陷于诅咒的阴影中，他的调查引发了一连串诡谲的变化。一天，当他抬头照镜，惊见自己身上出现着一个神秘的印记，如同古老符号的烙印，连接住他的存在与诅咒的深层力量。这印记的出现带来一种莫名的不安，仿佛预示着一场无法逃脱的命运正在向他逼近。夜晚成为他最沈痛的时刻，他的梦境变得愈发诡异。在梦中，他发现自己置身于一片朦胧的雾中，声音交错，仿佛古老的邪灵在低语。影影绵绵的幻象中，他感受到不同于现实的存在，那是某种隐藏在历史深处的黑暗力量，似乎在试图触及他灵魂的深处。他的梦境与现实交织在一起，这种联系让他感到极大的压力。每当他进入梦境，印记的纹路似乎在夜间闪耀，煞是诡异。而这无形的力量逐渐逼近，使他在现实和梦境之间失去了方向。是梦中的黑暗在引导他，还是诅咒的影响在逼迫他陷入深渊？这股无形的力量不仅带来恐惧，更是一种无法言喻的不安。他开始意识到，这场诅咒不仅仅是关于小镇的历史，还关乎他个人的命运。诅咒的印记成为了他无法摆脱的枷锁，牵引他走向一条充满诅咒的不归之路。第4章：诅咒的复活。艾利森越陷越深，他发现小镇的诅咒不仅仅是停滞的阴影，
而是一场死者的复活和诅咒的再现。当他穿越小镇的街巷，他看到死者的灵魂显现，仿佛脱离了冰冷的全棉，他们的眼眸空洞，散发着一种无法形容的异样光芒，仿佛死者的存在已经超越了自然的秩序，诅咒的影响力像黑暗的液体一样渗透到每一个角落。小镇仿佛成为诅咒的炼狱，墓地中的坟墓突然间冒起灵气，死者的灵魂躁动不安，他们开始漫游在夜晚的街头，发出阴森的低语，仿佛在呼唤住某种被遗忘的力量。在街道的尽头，一座被遗忘的小教堂散发着阴森的光芒，在月光的照耀下，墙上的古老壁画开始活动，描绘着死者的复活和诅咒的崛起。这座教堂成为诅咒的神圣殿堂，吸引着死者和迷失的灵魂汇聚其中。艾丽森深感压力，他知道如果不制止这股诅咒的潮流，小镇将永远沦陷于死亡的阴影之下。他的心跳似乎和死者的低语同步，一种无形的联系让他的灵魂都感到颤抖。在诅咒的复活中，艾丽森要如何面对死者的灵魂、那古老的诅咒，以及黑暗中潜藏的更大威胁？他的决定将决定小镇的命运，而这段黑暗之旅是否会成为他不可逃脱的噩梦，让人不禁产生一阵心灵的颤抖。第5章，咒语的复仇。夜幕笼罩下，小镇的氛围越发阴森，恍若置身于诅咒的乌云之下。艾丽森深入调查，发现古老的咒语可能是封印诅咒的金钥。他跟随着古老的手稿和蛛丝马迹，踏上一条通向黑暗深渊的不归路。在小镇的角落中，艾丽森听到了低语嘶吼和歇斯底里的笑声，居民们的眼神变得空洞，仿佛被某种不可名状的力量操控。他们在夜晚中徘徊，为黑暗的咒语增添一分可怕的氛围。随着调查的深入，艾丽森发现了一个隐蔽的神秘地点，那里传说中埋藏着古老的魔法书。这本书据说收录了解开诅咒的咒文，是通往救赎的唯一途径。他穿越阴影笼罩的森林，来到一个荒废的墓地，那里传来自地底的奇异声响。当艾丽森打开魔法书时，一阵阴风袭来，墓地中的墓碑开始震颤，他读出咒文的每一字，伴随着咒语的吟唱。他感受到一种古老而神秘的力量涌入他的身体，然而这同时也唤醒了黑暗中的复仇之灵。在月光的映照下，复仇之灵在墓地中凝聚，他们是曾经受过冤屈和折磨的灵魂，现在却找到了报复的机会。他们化为幽影，绕着艾丽森旋转，发出令人毛骨悚然的嘶吼声。艾丽森的心跳似乎与咒语和复仇之灵同步，他站在诅咒的十字路口，一边试图解开诅咒，一边应对来自黑暗深处的复仇之力。他的选择将左右住这个小镇的命运，而在这夜的深处，咒语的复仇已经开启了一场属于黑暗与复仇的残酷之旅。第6章，灵魂的交错。艾丽森深陷于咒语的追寻，他的步伐穿越古老小镇的狭窄巷弄，伴随着闪烁的路灯，投下深深的阴影。当他接触到神秘的家族，才发现他们同样深陷于这场诅咒之中。这个家族的成员犹如幽灵一样随处可见，但他们眼中却闪烁着无法述说的痛苦。夜晚的时光，小镇的空气中弥漫着奇异的氛围。在艾丽森的住处，他感受到一种无形的压迫感，仿佛墙壁间有不可见的眼睛在观察住他。他的梦境再次被诡异的景象缠绕，死者的灵魂在梦中仿佛尝试与他交流，发出无法理解的诉求。当艾丽森试图与家族进行沟通时，他感受到一股神秘力量的干扰，那是一股无形的手掌，似乎掌握着灵魂的线索。他在交谈中发现，这个家族的历史与他的命运交织在一起，他们同样在追寻解开诅咒的秘密。在一个古老的家族祭坛前，当艾丽森开始理解咒语的真相时，他的心灵与家族的灵魂发生交错。奇异的符文闪烁住，一种难以形容的痛苦撕裂住他的灵魂。夜晚，当他站在祭坛前，阴影中的光芒让他的身影显得扭曲而诡异，仿佛成为通往死者领域的门户。艾丽森感受到死者的呼唤，灵魂的共鸣让他陷入无法言喻的痛苦之中。
在这灵魂的交错中，他开始理解到诅咒的本质，可能远比他所想的更加复杂。而夜幕下，小镇的街道上仿佛有无数幽灵在转瞬而过，带着哀嚎和呼唤，仿佛在诉说着古老的冤屈。第7章，死亡的契约。当厚重的夜幕笼罩小镇，艾丽森感受到诅咒的源头渐渐浮现，仿佛是死神的呢喃在风中回荡。他深入调查时发现，这场灾难的背后隐藏着一个古老而可怖的契约，牵涉死者的灵魂和黑暗的力量。这个契约仿佛是死亡的影子，萦绕在小镇的每个角落。夜晚，艾丽森进入了一座被遗忘的图书馆，古老的书籍中记载着历史的种种，揭示着这场契约的来龙去脉。他发现，古老的族群曾为了权力和永生而定下了这场与死神的约定。死者的灵魂被纳入黑暗的网络，让他感受到一种难以形容的毛骨悚然。而这场契约的力量越发庞大，小镇的夜晚变得更加阴暗。艾丽森在街道上看到了无数幽灵，他们如流浪的群灵绕住他转，带住哀嚎和冤屈。他深知要挽救小镇，他必须违背死者的意志，解开这可怕的契约。当他开始寻找解气的方法时，黑暗的力量开始反击。夜晚的小镇，风声中仿佛有死者的低语，试图阻挠他的行动。艾丽森感受到一种无形的压力，仿佛他正在与死神进行最危险的博弈。在一个古老的墓地，他发现了解气的关键。古老的墓碑上刻满了契约的符文，死者的眼神仿佛在告诉他真相。他知道，为了小镇的未来，他必须勇敢地面对这古老而可怖的契约，尽管这可能意味着他将付出惨痛的代价。第8章，黑暗的宿命。艾丽森的心情沉浸在一片黑暗之中，仿佛自己被卷入死亡与复仇的漩涡。他感受到一阵无法抗拒的黑暗力量，像是一双看不见的手，牢牢地缠绕住他的灵魂。他试图在这黑暗的迷雾中找到一丝光明，但似乎一切都在黑暗之中湮灭。夜晚降临，诅咒的影响力达到顶峰，小镇变成了一个死气沉沉的地狱。街道上仿佛空荡荡，但却充满了死灵的低语，一种说不清道不明的恐怖。艾丽森在黑暗中行走，每一步都仿佛在踏上死者的明路，每一个角落都弥漫着无尽的哀嚎声。他的梦境变得更加诡异，死者的灵魂在其中悲切地呼唤，仿佛在向他述说着一个被埋藏的秘密。每当他努力靠近真相，梦境就像一片黑暗的迷雾，将他的视线笼罩，让他无法一窥究竟。在小镇的中心，一处被遗忘的墓地成为诅咒的焦点，墓碑上的影子在月光下变得诡谲，仿佛有死者的灵魂在其中悄悄移动。艾丽森知道他必须前往这片墓地，直面黑暗的宿命，解开死者的哀嚎，揭示背后的真相。然而，当他一步步走进墓地的时候，黑暗的力量变本加厉。墓碑后的阴影仿佛有着生命，似乎是某种邪恶的存在。艾丽森感受到一阵烟风袭来，似乎有什么东西正等待着他。一场黑暗中的宿命即将揭晓。第9章，诅咒的破灭。在这最后的决战中，艾丽森与神秘的家族聚集在诅咒笼罩的小镇中心，面对着黑暗的力量。他们开始进行一场神圣而危险的仪式，巨大的焰火在夜空中绽放，如同对抗邪恶的烈焰。仪式开始时，一种古老的咒语在夜风中回荡，仿佛历经千年的哀嚎。艾丽森和家族成员手持古老的符咒，低声念着解开诅咒的神秘诗句。然而，他们也感受到一种不可知的黑暗力量在四周汇聚，企图阻挠这仪式的进行。小镇的天空突然变得诡异，星辰似乎隐匿在黑云之后，月亮如血色的眼睛闪烁住诅咒的气息。身处仪式现场的人们感受到一阵阵寒意，仿佛死神的存在在靠近。在仪式进行的过程中，诅咒的力量变本加厉，呼啸而至，仿佛有无数的冤魂在寻找解脱。艾丽森努力维持冥冥中的联系，但他的心中渐渐升起了一种无法言喻的焦虑，似乎预示着这场战斗可能是不可避免的牺牲与破灭。在诅咒的高潮中，黑暗的力量似乎要将所有希望吞噬。艾丽森深深明白，
他必须克服内心的恐惧，坚持完成仪式。每一句咒语都如同插入他灵魂的刀锋，但他毫不退缩，因为他知道这是拯救小镇的唯一机会。仪式的结尾，一道奇异的光芒穿透夜空，仿佛承载了无尽的祝福。小镇的诅咒似乎受到了极大的震荡，黑暗的力量渐渐散去。然而，艾丽森的心中仍然弥漫着无法抹灭的阴霾。他知道这场战斗可能留下了永恒的烙印。第10章，诅咒的结局。在这场诅咒的终极仪式中，小镇被黑暗的氛围笼罩，仿佛整个宇宙都为这场审判而颤抖。艾丽森和神秘家族的成员聚集在诅咒的核心，他们身处一片红色的阴霾之中，试图以生命之光对抗死亡的阴影。仪式开始时，夜晚的天空如同被巨大的悲伤所染，血色的月光洒在艾丽森的脸上，照映出他眼中的坚定。他的手握紧古老的咒语书，心中满溢着对小镇的爱和对黑暗的抗争。诅咒的力量反扑而来，仿佛无数冤魂在悲号而黑暗的审判开始施行。仪式中，艾丽森的身体遭受着无法形容的折磨，她仿佛承担起整个小镇的罪孽，试图以一己之力解救众生。突然间，一阵诡异的风吹过，带着令人毛骨悚然的低语。黑暗的影子渐渐消散，露出夜空中的星辰，仿佛是宇宙对艾丽森的回应。他感觉到一股神秘的力量笼罩着，它支撑他完成这场力量的对决。在诅咒的高潮中，夜空突然明亮起来，红色的阴霾渐渐消逝。艾丽森感受到一种无法形容的解脱，仿佛整个宇宙都在向他点头致敬。然而他的身体却变得虚弱，他明白自己可能已经不再是原来的艾丽森。最后的瞬间，艾丽森看住夜空，微笑住。他知道他付出的一切都是值得的。小镇的诅咒已经解除，但这场战斗也带走了他的一切。他成为了小镇历史上的传奇，一位牺牲自己拯救众生的英雄。而小镇也从黑暗的深渊中重生。当诅咒的阴霾渐渐消散，小镇的居民们逐渐走出恐怖的阴影。然而，深夜的小巷中，人们仍然低语住关于艾丽森的传说，他成为这个小镇历史上的神秘英雄。小镇的街道上仿佛还能听到夜晚风中的呢喃声，述说着那段诡谲的过往。在这场激烈的诅咒对抗中，人们深刻体会到了不同种类的恐惧。心理恐惧在诅咒的阴影中滋生，生理恐惧在黑暗的夜晚悄然蔓延，而社会恐惧则是这古老契约所带来的终极试炼。那些曾经被诅咒束缚的灵魂，如今或许已得到解脱，但艾丽森的牺牲也在每个居民的心中留下深刻的印记。他的故事仿佛是一本古老的咒语书，让人们在夜晚静静阅读，感受到死亡和复仇的氛围，结局的张力在最后一刻达到高峰。当艾丽森承受着诅咒的力量，为小镇带来一丝光明的同时，他的命运也随之展现。这是一场关于黑暗与光明、死亡与生命的宿命之战，也是对人性深层面的探讨。或许在夜晚的结局中，小镇的居民们会永远怀念着那位奋不顾身的英雄，以及他带来的惊悚故事。诅咒的结局既是终结，也是一段永难忘怀的噩梦。谢谢观看，请记得订阅、按赞、分享，并留下您的宝贵意见。